这个男人不是小偷，却偷走了世界著名快餐连锁品牌麦当劳的控制权。他是个成功的商人，在52岁时一手缔造价值210亿美金的商业帝国。但在几年前，他还只是一个房奴，每天为了房贷发愁。转折来自于一个电话，一家汽车餐厅一次性订购了8台奶昔搅拌机。男人欣喜万分，这单要是成了，这个月的房单就有了着落。可当他驱车赶到时，却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。红色广告牌上写的麦当劳的名字，窗口前排起长队，他加入人群，没成想很快就轮到他。汉堡加薯条加软饮，收银员刚找完钱，他的餐就好了，全程只用了30秒，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。而且没有餐具和餐盘，吃完可以随手扔在地上，会有专门的服务员打扫。最关键的是，汉堡的味道爆赞，这已经超越了男人的认知。因为在当时的美国，汽车餐厅往往是这样的，服务员态度粗暴，吃完还得把餐盘归还，特别费时费力。男人好奇餐厅老板是何许人也，一打听才知道是由马克麦当劳和迪克麦当劳两兄弟所建。兄弟俩还邀请他参加后厨，里面的员工很多，但都各司其职。而机械化的制餐流程更是让他眼前一亮，从面包片到配料再到肉饼，所有流程都按部就班，一切行动都井井有条。一个美味的热汉堡从加工到出餐用不上30秒。迪克会掐着秒表游走在各个工作台，马克则解释道，在他们这里所有食物的制作都是按照秒来计算的。而到了夜晚，黄色的进攻门闪闪发亮，如同一座尚未被发掘的金矿。男人知道他报复的机会来了，当晚彻夜难眠。这样一家餐厅简直是前所未见，前所未闻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拦住了两兄弟，他要拿到麦当劳餐厅的经营权。可两兄弟却并不打算扩大经营规模，因为店越多就越不好管理，一旦分店出现差错，就势必会影响口碑，到时就得不偿失了。男人看着墙上的麦当劳概念图，看着那道如梦如幻般的金色拱门，对两兄弟诚恳地说道，在美国有2样标志，一个是教堂的十字架代表信仰，一个是政府的星条旗代表民主，而麦当劳的金拱门则会成为第3个，代表家庭。人们可以在这个金色拱形下无忧无虑的休息。这番肺腑之言堪比加了迷药的心灵鸡汤，两兄弟一饮而尽。那就干吧。于是男人拿到了麦当劳的经营权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的路还很长。妻子不理解，想让他和自己平平淡淡长路漫漫共患难，银行瞧不起他，一丁点投资都不给。男人十分气愤，于是他瞒着妻子抵押房子拿到票子，既然是创业，那就必须义无反顾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首富拉下马。你敢相信吗？如今风靡世界的麦当劳在当初只是一家汽车餐厅。最初的麦当劳和传统汽车餐厅一样，面临着出餐慢，经常送错餐，运营成本过高，餐具餐盘损耗严重，这些弊端影响了餐厅的收入。痛定思痛后，麦当劳兄弟掀起了一场餐饮革命。首先取消制服女服务员，节省员工开支，让顾客排队取餐，取消餐具，改为一次性包装，吃完就扔，降低餐具的损耗。然后设计后厨工作台，让员工们适应这种机械化制作流程，最大程度提高出餐速度。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在27种菜品里只留下3种，汉堡、薯条加饮料，因为这3种的销售额就占据了87%。事实证明，两兄弟的决定英明无比，人们更喜欢这种快捷便利的用餐模式，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。可这时的麦当劳还只是一个当地小餐厅，于是这个落魄的男人从中捕捉到了商机。在顺利拿到了麦当劳的经营权后，他押上房子，拿了贷款，开办了第1家分店，结果一炮而红，这让他信心大增，招来很多富人加盟，更多的分店拔地而起。但富人们只看利润，并不关心经营，糟糕的管理影响了品牌形象。男人意识到这样下去，麦当劳迟早被他们搞黄。愤怒的他当即切断了和富人们的合作，转而面向那些为了生计吃苦耐劳的普通人。就比如这对犹太人夫妇，丈夫在后厨监督员工，严格把控出餐流程，妻子在外面照顾顾客，给小孩子们发放糖果。而这一做法也逐渐演变为麦当劳的传统。之后，越来越多为生活奋斗的人加盟了麦当劳，一间又一间分店也如同雨后的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。麦当劳开始大肆扩张，男人也因此名利双收。但很快噩耗传来，分店越开越多，可根据合同规定，男人只有在加盟商盈利后才能拿到分成，所以资金链眼看就要断裂。他立即向麦当劳兄弟汇报，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分成，维持分店的扩张。可兄弟俩果断拒绝了。挂断电话的这一刻，男人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个打工人，辛辛苦苦的忙活，到头来钱全被兄弟俩赚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银行催贷电话打到家中，老婆这才了解到房子都被抵押了，对男人一脸嫌弃。这个男人手握麦当劳的经营权，本该一夜暴富，
富，却因为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。他辗转多个银行试图谋求贷款，可却被再三拒绝。就在绝望之际，命运的转机出现了。小伙名叫哈里·索恩本，多年后，身为麦当劳财务顾问的他，在今时今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银行职员。在了解到男人的运营模式后，他一针见血指出了麦当劳的弊端。You're not in the burger business. You're in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. 这话说的没毛病，人人都认为麦当劳最挣钱的业务不就是汉堡、炸鸡和薯条吗？但其实不然，他们最挣钱的业务其实是房地产。只是这时的男人还没有意识到，只要把加盟结构稍作变动，变成用贷款买地再租给加盟的经营者，就能实现提前盈利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，只有当加盟商挣钱了你才开始盈利。而且这样做的好处还有一点，就是可以用加盟费再去贷款买地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你想不挣钱都难。老话说得好，你欠银行1个亿，你是孙子；可要是欠银行1000亿，银行就是你孙子了。这和男人的理念不谋而合。按照这个模式，麦当劳起死回生，加盟店铺遍布全美，男人也开办了房地产公司，商业帝国迅速崛起，并抢先注册了麦当劳的商标，印上了金拱门的标志。最后更是架空了两兄弟，以仅270万美元收购了他们的股份，成为了实际控制人。有人说男人是骗子，因为他偷走了麦当劳兄弟多年打拼下的餐饮王国。也有人说他是渣男，因为他有钱后就和妻子办理了离婚，只留下车子和房子，股份却一点没给。还有人说他是奸商，因为他打着餐饮的旗号，试着开办房地产业务，还用奶昔粉代替牛奶做奶昔，以节省成本。但更多的人视他为传奇，因为他一手缔造了这个星球上最为成功之一的快餐品牌麦当劳，也被叫做金拱门，他就是雷克拉克。